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煎蛋。本期视频我们来详细聊聊十天干的小知识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，欢迎点赞订阅。天干地支简称为干支。考古时发现，在商朝后期帝王地乙时，有一块刻有完整60甲子的甲骨，所以说干支纪年法应该是在夏、商、周时期就相对来讲比较完善了，且几千年来一直在使用，从未间断，在各国的史料中均有记载。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了解一下《三命通会》《世本》《五行大义》等书籍。古人夜观星宿，周天星辰被划分为28星宿，然后根据东南西北4个方位，将28星宿连线成像，发现东方的星辰连起来像青龙，西方的星辰连起来像白虎，南方的星辰连起来像朱雀，北方的星辰连起来像玄武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东青龙，西白虎，南朱雀，北玄武。这些和我们的天干地支有什么关系呢？天干是古人运用阴阳理论，结合日月五星相对于地球位置的远近以及它们所属能量，也就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运转，对地球产生了10种气候变化现象，分别为烟逢、沾蒙、柔照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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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拗口了。古人封没封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让我读完的话我得封。气候变化产生了对万事万物的影响，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植物生长会随着节气变化，所以后来将天干对应的植物形态简化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在词源里也有说到，天干地支取意于树木的干支。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参考一下文献《开元战经》易学原理与大六壬应用，里面均有非常详细的解释。既然说到天干是对应着植物形态简化而成的，那今天我们从一粒小种子的生长轨迹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天干，以及天干的基础知识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天干的配数，甲为1，乙为2，丙为3，丁为4，戊为5，己为6，庚为7，辛为8，壬为9，癸为10。甲的配数是1，甲也是拆的意思，指万物破土而出。甲字田字下面穿出一竖，就像是一粒小种子被种在地里，向下扎根，向上萌芽。乙的配数为2，乙是闸的意思，指植物抽闸而出。乙字弯曲缠绕，就像是种子刚刚突破坚硬的外壳，茎叶一定不会是站得笔直的那种，都是蜷缩弯曲的状态。丙的配数是3，丙也是丙的意思，指炎炎丙照，有太阳之意，植物沐浴在阳光之下，快速生长，自然枝繁叶茂。丁的配数是4，丁是强的意思，万物丁壮，当植物葳蕤强壮之时，也就是开花绽放之际，所以丁也是代表美丽的意思，花朵自然是极美的。戊的配数是5，戊是茂的意思，指植物经历了最美的花期，正是走向最繁茂成熟的时候。己的配数是6，己也是季的意思，指万物有季可循，植物成熟后自然而然的就结出果实，果实里就携带了繁衍所需要的遗传物质，这也是万物有形可计时的标志。庚的配数是7，庚也是庚的意思，指更新，果实成熟后就会被摘下或脱落，秋收而待春来。辛的配数是8，辛也是辛的意思，万物出新皆收成，果实成熟后需要进行采摘收割，一般割稻子割麦子以前都要用到刀，辛也是代表古代收割粮食用的刀，也指收获时的辛苦劳作。壬的配数是9，壬也通壬，孕育之状，阳气潜伏，万物被孕育，果实被采摘回来后，古人一般都会选做一部分优质的种子留下来，为来年的播种做准备。癸的配数是10，癸也指归，归纳收藏，指种子被保存好，以待明年春日的播种。世间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之分，天干也不例外。天干分为阳干和阴干，按照上面配数来分类，奇数为阳，偶数为阴，也就是甲、丙、戊、庚、壬为阳，乙、丁、己、辛、癸为阴。我们再来梳理一下10天干的五行属性、四季、方位属性、卦象含义、人事含义、物质含义以及天干配脏器等。想不到吧，一个小小的天干居然能延展出这么多方面，
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原因。天干五行属性中，甲乙为木，丙丁为火，戊己为土，庚辛为金，壬癸为水。天干四季和方位是这样分的，如下图所示。甲乙为春，代表东方；丙丁己为夏，丙丁代表南方；庚辛为金，代表西方；戊壬癸为东，壬癸代表北方；戊己最为特殊，代表中宫。下面继续来讲解每个天干的延展小知识。天干甲所属的卦象为乾卦，人事含义为皇帝、头目、甲天下，指的就是皇帝的天下。这里天干人事含义均不代表卦象人事含义。甲为木，为木星，指森林大树，性质强壮，也代表雷电、政府、龙等。天干也能代表六气，人的脏腑。为什么有的命理师一看你的八字就能够看出你的健康状态，甚至可以指出哪里有症状？其实通过天干地支是可以预测健康状态的，这就是所谓的一义不分家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后面可以出视频详细讲讲。甲为胆，毛发、胡须、神经系统、经脉、头部等。天干性格论，带甲的人就跟参天大树一样，正直向上，是天生的领导者和掌权者，喜欢当头目做老大，自尊心比较强，爱面子，有责任感，做事积极主动，有魄力，但是说话会比较直，容易得罪人，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固执，自视清高，很难向别人去低头妥协。乙所属卦象为坤卦，人事含义为丞相，以指花木、藤蔓，性质柔软，也代表香料、丝绸、手工艺品等。乙代表肝脏、脖子、血管等。带乙的人的性格就如同藤蔓一般，温柔、包容，心思细腻，能屈能伸，是天生的管理者，掌控欲会比较强。但是个人主见不坚定，思前想后，心软多疑，占有欲会比较强。丙所属的卦象为艮卦，人事含义为山贼野寇。丙为火星，指太阳之火，性质猛烈，也代表太阳热能、火伤口、电器用品、光学等。丙为肩膀、小肠、血压、炎症等。带丙的人性格就像太阳一样，性格热情豪放，为人仗义，不拘小节。丙为艮卦，艮为山，山一般都是层峦叠嶂，很少有孤峰，所以带丙的人聚集能力比较强，喜欢广交朋友，呼朋引伴，但是容易说大话空话，好大喜功，容易自满自大，忽略他人感受。丁所属卦象为兑卦，人事含义为小兵、新兵。丁为火星，指主火、炉火，性质温柔，也代表星光、月光、人间灯火、能源、化学用品等。带丁的人的性格就如同月亮，温和柔软，多才多艺，气质高贵，口齿伶俐，情感丰富，但是容易把情绪挂在脸上，不善于拒绝别人，容易害羞。戊所属的卦象为坎卦，人事含义为智者、谋士。戊为土星，指大地土，性质坚实，也代表堤坝之土，可以防止河川泛滥等。戊为肋骨、胃部等。带戊的人的性格就如同广阔的大地，性格沉稳豁达，喜欢思考，学习能力强。戊为坎卦，坎为水，水都是24小时不停的流动的，所以带戊之人精力旺盛，但是性格会较为腼腆，内急性子。带戊的人相对来讲比较傲气，不会特别主动的去社交。己所属卦象为离卦，人事含义为兵戎。己为土星，指田园之土，不如戊土广阔，但是易栽培养育生命，也代表粮食、农作物、云朵等。己为脾、小腹等。带己的人一般礼仪周到，考虑他人感受，令人愉悦，性格乐观。在外比较重视自己的外在形象、言谈举止，但是带己的人容易灯下黑，意思就是对外人比较包容，对亲近之人反而容易挑刺，一般不会直来直往，喜欢拐弯抹角。庚所属的卦象为正卦，人事含义为朝臣。庚为金星，指铁、刀剑、矿石等性质坚硬的物质，也指军队、汽车业等。庚为腰、大肠、筋等。带庚的人一般气宇不凡，有魄力。庚为正卦，正为雷，所以带庚的人如同雷电一般，变化比较快，
做事比较灵活多变，非常适合做管理以及跟政府打交道。但是就是由于变化太快，容易没有定性，想法层出不穷，难以坚持到底。星的所属卦象为巽卦，星为传令，星为金星，指珠玉、宝石、纱金、象牙制品、手术器械等。星为肺、大腿、胸腔等。带星的人执行能力非常强，什么事情说干就干，绝不拖泥带水，目标明确，雷厉风行。星为巽卦，巽为风，风都是说刮就刮，说停就停，所以带星之人脾气一般都比较急，情绪说来就来，一旦决定干什么事情，速度比较快，做事精专，但是做事情看心情，一旦情绪上头，说不干就不干了，比较极端。人所属卦象为乾卦，人为老将、老兵，人为大海之水，江、河、湖、海等水源，也指交通运输业、水利工程、消防等。人为膀胱、小腿、淋巴系统等。带人的人一般仁义自强，重情重义，做事认真，高瞻远瞩，有创业和奋斗的精神，相信自己的实力，但是有时候会容易钻牛角尖，非常倔强，比较爱说教。癸指雨露之水，雨、雪、冰霜，也指墨水、设计、参谋、心理学等。癸为足、肾、精子等。带癸的人点子非常之多，想象力很丰富，性格多羞而乖巧，冷静自持，多奋发，耐劳苦。癸属坤卦，坤为大地，所以带癸之人比较善良大爱，承载能力强，但是容易思虑过度，多愁善感，疑心较重，从而导致悲观，感情脆弱。下面我们来讲天干的相合和相冲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图表，甲己合、乙庚合、丙辛合、丁壬合、戊癸合，其实就是阴阳相合。按照配数可以用口诀来记：16共宗，27同道，3人为朋，4、9为友，5、10同途。另外还有速记小妙招，根据上面天干人事含义来记。甲为皇帝，己为兵戎。古代帝王最怕的就是武将拥兵自重，就像《甄嬛传》中的年羹尧一样，所以皇帝都是想把兵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大权独揽，所以甲与己合。乙为丞相，庚为朝臣，官场之上，群臣一定是相互协作制衡的。丞相为百官之首，负责协助皇帝管理文武百官，自然和朝臣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，所以乙与庚合。丙为山贼，辛为传令。古代占山为王的山贼匪寇，最重要的就是消息灵通，要知道来往富商权贵的行动路线，也要提防官府的围追堵截。辛为传令，靠信息传递来谋生，双方互利互惠，相互依存，所以丙与辛合。丁为新兵，壬为老将，在军营里，新兵一般都比较听老兵的指教，所以丁与壬合。戊为谋士，癸为弱头。弱头的意思就是潜伏在暗处，蓄势待发，随时准备干掉头目，自立为王的人。这种人是非常需要谋士来出谋划策的，而谋士也非常需要跟对领导才能出人头地，所以戊与癸合。天干有相合，天干也有相冲。天干阳冲阳，阴冲阴，我们可以通过手图来简单速记。甲冲戊，乙冲己，丙冲庚，丁冲辛，戊冲壬，己冲癸，庚冲甲，辛冲乙，壬冲丙，癸冲丁。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速记小妙招。甲为皇帝，皇帝喜欢聪明人，但是却不喜欢太聪明的人，而戊为谋士，所以甲冲戊。乙为丞相，代表文官，己为兵戎，代表武将。自古以来，文臣武将骨子里面都是有些互相看不上的，所以乙冲己。丙为山贼，庚为朝臣，代表政府。山贼和政府一向对立，水火不相容，所以丙冲庚。丁为新兵，新兵入营，最忌古言传祸，扰乱军心，而辛为传令，所以丁冲辛。戊为谋士，读书人居多，而人为老将。俗语有云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，所以戊冲壬。己为兵戎，癸为弱头。弱头想要谋逆抗上，自立为王的话，皇帝肯定需要派军队去镇压，所以己冲癸。庚为朝臣，甲为皇帝。古代设有谏议大夫这个官职，且设有谏议制度。所谓谏，本意上就是规劝君主，建议自然就是给皇帝的行为和决策提意见，
专挑毛病和不足，所以庚冲甲。辛为传令，乙为丞相。丞相作为百官之首，是直接向皇帝汇报的，最忌讳越级传递消息，而传令就是代表信息的直接流通，所以辛冲乙。壬为老将，丙为山贼野寇。山贼叛乱自然是需要老将去镇压，所以壬冲丙。癸为弱头，丁为新兵。新兵就是军队的后备补充力量，当军队越来越强大，国富兵强的时候，对弱头的谋朝篡位自然是极为不利的，所以癸冲丁。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理解方式，还可以从五行去理解记忆。例如庚甲冲本质上就是庚金克甲木，少阳金克少阳木。辛乙冲本质上就是辛金克乙木，少阴金克少阴木。癸丁冲本质上就是癸水克丁火，老阴水克老阴火等等。因为网络上关于天干五行的解读比较多，但是人事含义的解读比较少，所以煎蛋就主要讲了人事含义的解读。五行大家感兴趣的话，煎蛋后续会单独出资料和视频，在此就不做过多的赘述。说完天干的冲合，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的知识点，天干藏地支，每个天干都藏了一个或多个地支。以后讲个人运势和天时内容的时候会用到局势与找盲目，这个就是必须牢牢记在心里，没有记忆办法，全靠死记硬背。甲中寅，乙中卯，丙中午，丁中巳，戊中辰戌，子己中丑未午，庚中申，辛中酉，壬中亥子，癸中子未。括号里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天干中藏的地支，需要大家特殊记忆一下。具体原理比较复杂，就不和大家详细解释，靠死记硬背就行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是煎蛋，致力于用年轻人能听懂的方式普及国学文化，期待您的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